吃饭了。侯夫郎，侯夫郎！把那个叫于素的带过来，换你们的侯夫郎，不然我杀了他！滚！不许告诉刘中士！阿芷干什么？阿芷，起来，走走！带他去哪儿啊？阿芷，放开我！走！于素，谁派你来的？是不是黑暗的人？少废话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关事！别过来！秦桑，他们是黑暗的人，他们引我们到这里来的。闭嘴！有船来了！有船来了！回首，收到秦桑信号。阿进，老进！小心，是敌船！放箭！报！不好！快躲起来！不要慌，别乱跑！别过来！你们完蛋了！完蛋了！快去御敌，快去指挥御林军，不然我们都会死在这里。走，走啊！别跑！别慌！不要乱跑！别打我！别打我！别跑！顾城主，黑夜来袭，我们回山增。不是黑夜，我走人暗算。谁干的？是秦桑吗？有人想杀叶思氏和我灭口，我们不该贪图走私黄金的好处。
进！集合左前！当家！ 40丈！前行20丈，准备登船。老太，去找曹娘子，告诉他们，切莫轻举妄动。来，别动，让他一个人过来。 放开我！过去！站住！回去！回去！回去！过来！过来！你！现在他比你值钱！就灵府，曹娘子房里没人。灵府，金桑把玉素给抓了。魁首，我们已经死了不少弟兄，还靠近吗？是。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说，他到底跟你说了什么？上剑！侯爷！玉素，张大哥，他是黑燕的人。李明府，李明府，刘州使，又有何事？玉素在金桑手里，地名府去谈判了。玉素，秘密就在玉素那里，所以到了船上，玉素一被收押，狄仁杰一伙就急了，派乔太去探望。如果情势危急，狄仁杰一定会露出马脚，再去包庇玉素。狄仁杰，李明府，救我！救我！要再不说，我是真会杀了你的。李明府，救我！说，快说！周氏大人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王金，为我死去的10个兄弟，讨个说法。谁杀了他们？王立德杀的。他人呢？王立德私吞黄金跑了，这是他的女人，找到黄金的唯一线索。说，王立德在哪儿？我真的不知道。你太可恶！他只是一名歌姬，与黄金没有关系。如果现在不是我在这儿，你立刻就会死。我们查过，蓬莱的商船都没有出海。我们断定劫持黄金的消息一定是泄露出去了，所以，我便假装成幸存者，故意转移你们的注意力，想借你们找出真相。你得到的那份航路图，便是我们故意放的。出航后，我悄悄上了甲板，毁了桅杆，让你们成为孤船。现在我们一定要夺回来。知道真相的人就在这船上。
上阵！大哥，出去走走吧。困在这个笼中，终究是只能供人玩耍。快手，我在这儿！狄仁杰，谢谢你告诉我们黄金的秘密，把我们带到这儿来。快手，这个女人有黄金的线索。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往下跳，有接应的小船，我们走。打我！快走！万岁！一个都别放走！全部歼灭！对。阿弥佛。我里头留下了3个我不认识的字。玉素，狄仁杰力通外敌，全体上阵！不能放箭！就是不能放箭，就是不能放箭！放！
小云雀想要飞得更高，就要去更远的地方。出去走走吧。困在这个笼中，终究是只能供人玩耍。你是去见谁？什么？冒着那么大的风险上船，你要见谁？那个人很重要吧？见到了吗？见到了。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人说应该已经收到我的信号，让他吧。我看冥府对生火扎营甚是熟练，应该去过很多地方吧？去过塞外，那可是见多识广，应该有很多人生感悟。人生感悟啊，人生的感悟，要到人生的尽头才能得出。真到了那个时候，回首从前，怕是会觉得一切都只是过眼云烟。是啊，一切都是过眼云烟。以前曾经有人跟我说过，关在笼中的云雀，终究也是供人玩玩。只有行千里路，才能了悟自然之道。那时曹安年幼，懵懂间认为那才是世间究竟。现在想来，也只不过是一场空罢了。也不一定。人的一生变幻莫测，什么样的机遇都有可能赶上。也许你经历过的每一桩难，都有可能给你带来一些启发，或伤心，或欢喜。我去捡些柴。胭脂晕染青色芳华，春上花，眉间洒，旧人梦中现，爱同凉。如果是听到被曹娘子的滨州小调吸引，
不知可否请娘子为我再奏一遍？吃了一个，也许是有人拿着它逃生了。你可认得此人？认得就是他，王立德。林甫，是王立德。林甫，你看，雷人，按照你给我的书信，我真的找到了小岛，这就是你让我找的黄道仪。幸亏几年前有人县令喜欢夜观天象，在藏书阁里有一台，现在都锈蚀了，我鸡毛长工匠修了一下，不知道还能用不能用？可以。历法书呢？哦，都在这儿呢。能找到的旧黄历都在这儿了。王立德留下了3个我不认识的字。这是玉素死前给我留下来的，是琴谱上的字。玉素说过，王立德会抚琴，王立德私贩黄金，必然跟京城的人有来往。于是，他便学会了这京都流行的新琴谱。琴谱上的字既提示了指法，又暗含了2个数字。10代表的是琴的徽位，琴有13徽，千心板一共有12块。这13个数字，足以把千心板包括进来。这个10就代表第10块千星板，对，叫10指。下面这个4呢？4代表的是琴弦，琴有7根弦。这个季节，船员出海，无非要观测6、7个星座。从左往右数的话，第4个便是织女星。哦，那就是说，用这第10个千星板对准天上的织女星是吧？
只要测出3处星辰，再比对航路图，便可以推出王立德留下黄金的位置。那剩下的2个字，没来得及。那岂不是测不出来吗？那王立德貌似是个粗人，可他一定研究过蓬莱的潮汐，或者他背后的人研究过，那个人就是凶手。市博斯，我去查过了。那天晚上跟伊斯市出航的士兵说，伊斯市的命令是夜巡，但是船上多了一名神秘客，说是伊斯市的贵宾。此人上船以后一直蒙着脸，士兵们看不清他的面容，所以叫神秘客。明白了，全明白了。那天晚上，伊斯市带着他一起出海，而航路图一式3份，王立德1份，黑雁1份，第3份就在这个神秘人的手里。我查过那一晚的天气，前半夜星空晴朗，到了后半夜有了风雨，因此市博士的船必定是在前半夜就已到达指定海域。但是意思是和士兵们都没有见过黄金，因此神秘人应该是独自上了王立德的船，并且杀了他。而神秘人最终把装满黄金的箱子都扔向了海底。黄金扔到海里？我应该没猜错。可是这个人费了这么大的劲，为什么要把黄金再沉到海底呢？他是怎么了？他见不到黄金，他跟黄金有仇？哪有这种人呢？他当然想独吞那笔黄金。他费尽了心机，还是逃不过一个贪字。那天晚上沉黄金处，其实离海岸不远。潮汐志上记载，这里每过100年便会发生一次奇异的大潮汐。潮汐发生时，低潮的水位能后退10余里，露出一条大海沟。100年的循环已过，大潮汐的发生就在今日。关氏，怀英，怀英，你还活着。黄金，你看，这黄金真的不少啊！这黄金全都被我找到了。来，帮个忙，这案子咱们破了，破案了！哈哈哈哈！帮个忙啊！来呀！箱子是你扔到海里的。怎么可能呢？别装了，
这本就不是一起黄金走私案，这是一起军械走私案。黄金只是用来交易的。你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？从玉素在我手中留下那个字开始，所有的线索都串起来了。就凭一个字，你就断定我是杀人凶手？凭这箱金子还不够吗？王立德在蓬莱帮百济人走私军械，军械的卖家是朝中那些反对皇后的大臣，而你是他们派出来的中间人。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你们的走私渠道通畅，你甚至还教了他一些金城情谱的记谱法，便于走私黄金时联络。不过这一次，王立德遇上麻烦了。黑燕的人找到了他，要他帮助齐劫这批黄金。他知道黄金换军械牵涉朝中权贵，他得罪不起。可黑燕的人手段残忍，他同样不敢回绝。他思前想后，决定向你坦白，向你求助。你这是怎么了，玉兄？前2日黑燕的人找到我，说是要接单船上的黄金，并且答应分给立德一份。若立德不答应的话，恐怕立德必有一死。他想求你借助朝中权贵的势力，将黑燕踢出蓬莱，这样他就可以继续黄金的走私。可你听到之后，却生出了另一个可怕的主意。你和王立德约好了一个海上地点，那个地点是你跟他的秘密。所以航路图一式3份，你1份，王立德1份，黑燕1份。只不过在黑燕的那份航路图上是没有那个地点的。这也就是你打算独吞黄金的地方。王立德按照你们的计划，迷晕了黑燕的船员。王立德途中在小岛停留，是在等待和你约定的时间。可当你上船的时候，他发现你没有带一兵一卒，他便起了疑心。怎么就来了你一个？你带着人呢？他们都在后面的大船上，随后就到。船舱里面我都已经解决完了。黄金呢？这边。怎么放在这里？越是明显，越是不会引人生疑。你的人怎么还没有来？要是被黑燕发现的话，咱们就全完了。王立德坠海是个意外，不过你并不担心。事实上，王立德在海上漂到小岛多活了几日，对你也确实没有产生威胁。你在等待的是大潮汐的来临，你在等退潮的时候来海沟里取回黄金。我没想到的是，你对潮汐居然如此精通。其实这潮汐和星象，我也略知一二。你打算凭一己之力，独吞从百济国走私来的最大一笔黄金。一方面，军械没有丢失，对朝臣你可以有交代；另一方面，你打算作状，黑燕劫走了黄金，而不受百济国人的追讨。做成这么大的一笔买卖，只需要除掉王立德一个人。只可惜，你没料到的是，后来发生的一连串的意外。
你没料到船上还藏了一个百济国的偷渡客，这个瘦子还说出了黑焰船员。 여기 모신 이상한 모신이 있습니다. 저는 모두 다 있어요. 黑焰没有拿到黄金，又折了10名船员，本就窝火，结果还暴露了行踪，遭到朝廷通缉。于是，他们便派出了金桑冒充幸存者，他还咬出了蓬莱所有的大人物，其中一个就是仙姑的船主，船就是他的，这是贡献。还有一个是一的管家，恩人呢？ 然后黑焰又故意给了一份航路图，把我们引诱到了海上。其实那时，我还未联想到你。当众人被困于海上，原先的一些秘密便藏不住。奇怪呀，这刚一出海，就有人急着破坏了船帆。动沙看！ 本官思来想去，觉得他是害怕这黄金被找到，退一步讲，也是害怕被本官查到是谁在走私黄金。头一个露出马脚的是一潘，他无法解释为什么那天晚上带着世博使的船出港。我不知道你是如何控制一潘，让他为你效劳的。我猜啊，无非2点：一是以刑部办案的名义。 2是他从前不查私贩黄金的船，从中捞得好处，而这成为了你要挟他的把柄。有人想杀义思氏和我灭口。黄金船出事的那一晚，义思氏被一个神秘人出了海。那人是谁？他不肯说，说泄露了秘密。 会掉脑袋！顾船主，是你吗？在船上，这秘密就快瞒不住了。于是，你勒杀了一潘。你把一潘的死伪装成了自杀。顾梦兵未必知道你的秘密，但一潘的死吓坏了他。 你怕顾梦林知道了什么，于是你放暗箭射杀。为了掩盖黄金的秘密，你变得如此丧心病狂。狄仁杰，力冲外敌，原体相见。发！我万万没想到，你最后一个想杀的人是我。 为什么？为什么这箱金子让我的朋友变成了一个恶魔？这箱金子可以让我换回我要的东西，你懂吗？洪亮，多亏你及时派船营救本官。 这就说明，如你刚才所说，这批用来走私的黄金，是那侯玉提前算出了潮汐即将退去，才提前沉入了海沟。当心点！哎，这狄仁杰办案有点意思。好，那是本官错怪狄明府了。刘中士，很快就涨潮了，时间不多了，去。 速速派人接应。你去吧。好，供出你背后的朝臣，跟我回去自首吧。你住嘴！我侯家3代为大唐效力，我祖父从小就教我天文海事，让我成为不世之才。但皇后掌权，我没有指望了。那些不服皇后的老臣。 个个都不是什么好人，他们让我去走私黄金，让我和王立德这样的人为伍。王立德是什么？是个屁！而我要做一番大事业。你以为我真瞧得上这些黄金吗？是皇后免了我的官，那些老臣
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替我说话，他们全做了缩头乌龟。你现在只有投案自首这一条路了。怀英，我们还有第二条路。这黄金，我一块不留，全都送出去。那些死的人，都是走私黄金的重犯，被我们除掉了。他们死有余辜，他们罪有应得。这黄金案被你敌人揭破了，你可以拿着这些黄金去找皇后交差。怀英，你记不记得我们在京城诗酒唱和，意气风发，指点江山，你记得吗？帮我一次好吗？放了我。
灵果，快走啊！灵果，快走啊！灵果，红叶！我拿到这些黄金，可以换回我要的师徒。到时候，我还是刑部的胡连之妻。怀英，我会成为大唐的栋梁之才。我会成为大唐的栋梁之才。黄金案破了，皇后，今后不会再有私贩的黄金流入京城了。洪生，哎，你慌慌张张的干什么去啊？我跟曹娘子约好了，一起去上香。快去！怎么了？冥府可有心事？没有啊。那为何一路无言？今日天气不错，难得，是吗？过了这座桥，再走不远就是佛寺了。冥府信佛吗？不信。那你呢？我信佛家说的缘。万事皆有因果，一切的苦乐都是外缘。荣辱祸福，皆是前世的孽。现在虽有，缘尽又归于无，所以得之不喜，失之不忧。一切随缘。冥府说不信佛，可开口便是佛理。道听途说。你看，那有棵樱桃树。还真是棵樱桃树，生在这崖壁上，也是不易呀。天地入长夜，
生死两茫茫。小时候，家父落难，我和家母被流放到偏远干涸之地，饥渴难耐。幸好遇到了一棵樱桃树，我们才得以存活。说来，我和这樱桃树还是很有缘。明府，狄明府，那个人，当年一个小女孩，家里惨遭横祸，那个人救了你，所以你才来到蓬莱，是为了他。你想找他，那你今日为何？远方其实一无所有。远方未必一无所有。回应啊，回应！来来来，哎，坐，来吃点水果。我去备晚饭啊，留下来吃个晚饭，好吧？不用了，我也该告辞了。哎呀，留下来，吃个饭，好好聊聊。说你要留下吃饭，家里可啥都没准备啊！你拉我干嘛？哎呀，瞎说什么？曹娘子，洪叔叔问你吃饭有没有什么忌口？能不能吃盐碎？他们平时不这样，今日也不知是怎么了。他们只是想知道我们怎么了。那我们怎么了呢？今日，谢谢。
没想到你真中了跟老叔。这样，你什么时候想吃樱桃了？出门就能摘。你知不知道一棵树，等它结果，至少也要3、4年呢？那总是会结果的，对吧？当票在这儿，为什么不还呢？今天你必须得还我镯子！干什么呢？大清早瞎嚷嚷！嚷嚷什么？这是衙门，胆子也太大了吧！来的就是衙门，我要报官。中计治私欺人太甚，求官家给个公道。他不还我们东西，就是他。报官就好好报。行了行了，都别吵了。何事先皇？明府，明府，您来的正好，您给我说个理。半年前，我在他们中计治私典当了一个金镯子，说好的当期半年，当票在这儿，白纸黑字。今天是当期的最后一天，我凑够了钱想拿回我这镯子，哎，他们告诉我这镯子不见了。启禀明府，当票是真的，上面的笔记确是我们钟掌柜的亲笔，但是当品确实也是找不到了。现在掌柜的不在店里，具体该怎么赔付处理？实在不好意思，还是得等掌柜的回来再说。他什么时候回来？这不太好说，掌柜的私事，我们确实也不太清楚。私事？哼！我听说你们钟掌柜最近装神弄鬼，我看多半是打算带着东西跑吧？是不是打算跑啊？这你尽管放心，我们中计治私已经成立20多年，我们的信誉还是有口皆碑的。呸！今天要么还我镯子，要么你就赔钱。都跟你说了，赔钱。既然掌柜的不在，那这当期自然是作废，往后顺延。待到他们掌柜的回来了，若还是还不上你的当品，又或者他迟迟不归，你们那个时候再来对簿公堂，我自会秉公办理。既然明府都这么说了，那我还能说什么呀？3天找不回镯子，咱们公堂上见。公堂上见。多谢。行了行了，看什么呢？散了。哎，这一大早上的烂事儿是一件接着一件。你们俩从哪儿回来的？城东一间酒肆，说有人闹事儿，掌柜的来报官，我们俩去看了看。事儿大吗？也没啥大事儿，就是喝醉了，撕了个翻，砸了几把椅子。那个店家也是个不识相的，打翻了椅子，他非要让我们俩赔，说什么我们当差的办事不力。我幸好是个当差的，不然我打死他。明府，又有人报案，是命案。哎呀，可怜的孩子，在昨天晚上找到他以后，吓得连句话都说不出来了，折腾了一宿才开口说话。找到他的时候，是在城北的桥楼。是，就在沼泽地那一片。昨天我们在桥楼的沼泽地附近捉迷藏，过了很久，我从芦苇后面出来，我找不着他们，他们也找不着我，我就一直走，我想找到出去的路。走着，走到了沼泽附近，然后我就看到好像有人躺着，我看见了一个僵尸。地府。明府，
这有一滩血迹。哎，这儿也有，一定是在这儿遇刺，然后就开始爬。往哪儿爬？啊？桥楼。你们私下转转。人，我是蓬莱县令狄仁杰。娘子，我并无恶意，我只是过来例行询问。昨日晚间，你在何处？你在做什么？你有什么资格来这里？你走开！娘子。 周围都看了，没发现尸体。你们是何人？我是蓬莱县令狄仁杰。我们奉命在此巡逻，这一带时常有百计的细作，还有走私犯的出没。你们在此地可曾发现一具尸体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放肆！ 我是蓬莱县令，这里发生的所有案件都归我管。被我们抬走了，抬去了哪里？军营。你们在哪儿发现的尸体？就在这儿。为什么不先报官？为什么要把尸体挪走？
是李校尉让我们抬回去的。他有什么权利这么做？明府，这个您就得问李校尉了。带我去见他。明府，刚刚在桥楼内有何发现？那为什么要去桥楼呢？谁啊？死者、凶手，还有他们。军营重地，闲杂人等严禁入内。这位是蓬莱县令狄明府。需登记入部。黎明府还亲自来管这种事儿，职责所在。奉劝你，一个人别来这种凶险之地。我的人被你的人拦在了门外。军营这地方确实不欢迎太多外人。那桥楼上的女人呢？据我所知，军营管辖之地，百姓是禁止入内的。她叫婴儿，你见过她了？婴儿就是个疯子。他没惹过什么麻烦，所以我让他留在那儿。我想知道，你为何擅自挪走尸体？我更想知道的是，军营为何插手此事？桥楼附近均属军营管辖。我是蓬莱县令，蓬莱境内大小案件，皆属我职责所在。若是牵涉命案，你应及时向我报告。等我处理好尸体，自然会托人给你捎信儿。你把尸体处理了？这样的天气，留一具尸体在这儿，我可不想我的兵都因为瘟疫而丧命。这会儿估计已经烧完了。尸体在哪儿？带我去看。止步！让他去。黎明府，小心点儿，别烧着自己。什么破规矩？凭什么不让咱们跟明府进去？这你就不懂了。这军营里边啊，最多的就是规矩。我当兵那时候可没少受这规矩的苦，所以有时候啊，你要是不懂吧，就别吭气儿。你要做甚？闲来无事，正好练练手。你就不好奇吗？这破箱子还上了锁，里面装的啥？这帮娃娃兵憋得够呛啊！怪不得要上锁。你以前也藏过？我是那种人吗？行了，扶他们回去。你轻点儿，慢点，慢点。
过瘾，没事吧，兄弟们？没事，没事。太值了，昨晚太过瘾了。挨的这顿打，值不值？值。不过我可得提醒你，最近瘟疫横行，这尸体又出现的不明不白，小心着了道。这具尸体究竟是何时发现的？今天早上。既然你有心要烧了它，那又为何要等到现在呢？昨日，李南通在沼泽地里发现的这具尸体，巡夜的士兵为何没有发现？还记得你刚进军营看到的那几个受刑的士兵吗？昨晚本该他们巡逻，可这帮小子当了逃兵，不知去了哪里鬼混，还弄丢了随身的军刀。一早上才偷偷溜回来，被我撞见。当然，昨天晚上的错误，我会让他们永远都记住的。哦，对了，这是在尸体上找到的。李明福，我所掌握的就这些，这下可以向你交差了吗？中计治私。要我说啊，这军营怪得很，还有那帮八营的小兵，满脑子淫邪之念。昨天晚上肯定是寻花问柳去了，逃了巡逻，被抓了现行。寻花问柳，我跟乔太亲眼看见的，他们的箱子里藏着春宫图，被抽完鞭子还嬉皮笑脸的，说什么昨天晚上太值了。那是因为你没在军营待过，一帮14、15岁的精壮小伙，想女人不太正常。哎，明福，你手里这张中计治四的当票，这个中计治四怎么这么耳熟啊？半年前我在他们中计治司典当了一个金镯子，当票在这儿，白纸黑字。我想起来了，今天早上咱们在县衙门口碰见那帮人，就是中计治四的。呀，那就简单了嘛，去治司问问不就行了？让他们帮着查查这死者是谁。这不是一张当票啊，这是一张当票的票根，票根通常都保管在治四掌柜的身上。所以他是中计治四的掌柜。哦，今天早上那帮人说他们的掌柜不见了。明福，发什么呆呢？还在想刚才的戏？感慨，
造化弄人呐，是很可惜。不过我在想，羽氏早知自己有诅咒，摘下面具，就永世不能落地。那他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爱人？永世太害怕失去这段爱情，他害怕一旦对爱人表白，就会失去这段爱情，这才是他失去告白的勇气。名副其实。转身。情之为物，最重要的不就是勇气吗？拍手。如果他早一点把事实真相告诉爱人，那么结果也会不一样吧。至少不会受永世盘旋之苦。蓬莱靠海，本就潮湿，这雨一下就是一季。一件合身的蓑衣是必备之物。领口小了些，我再修一修。曹娘子，蓑衣很好，我很喜欢。喜欢就好。就送到这儿吧。待我把琐事处理完了，再来找你。你看，他似乎长大了。等它开花结果，还得有几年。说快也快。被刺了2刀，凶手是2个人，还是同一个人刺了2刀？从刀上的形状、深度来看，2次拿刀的握法、力度迥然不同，不像是同一个人干的。致命的一刀在背后，应该是被人从身后偷袭了。尸体为什么会被烧成这样？我到的时候，那个校尉正差人在焚烧他，尸体是我抢回来的。哦，还有，我看那个军营里缺衣少食的，派人查一查军营的采买公文，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。书吏这2天去州府递交文书了，等他一回来，我立刻让他核验。明府，李掌柜来了。秦秦哀，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请带我去治死一趟。是。听说这钟掌柜呀，最近被小鬼缠上了，成天神神叨叨啊，就真的死了，是不是锁了魂？各位，劳烦。那天我亲眼所见，千真万确啊，它变成一只鸟，就这么飞走了。真的？你亲眼所见？明府，告诉我，你都看见了什么？是，明府，那天晚上雨下得很大，周围的店铺都打烊了。我坐在茶馆门口，等掌柜回来再收摊。这时候，钟掌柜走出了智寺，穿了一身正常的衣服，朝北边方向去了。忽然刮了一阵风，把茶铺外面的伞都刮倒。等我再看向他时，他的着装像是变了一身，鸟人，对，鸟人。
变成鸟人就在这雨中，哎，就这么飞走了。民府，我看到的就是这些。您要是不信啊，上前问一圈就知道了。冥府，谢了。啊，冥府请。这是在钟掌柜身上发现的。哦。哼，又是这种死党。冥府，请看，这上面人、财、物均无记载。这就是钟坊说的当，赔本生意。钟掌柜这么没有生意头脑，中计至私，能够做到如此规模。不，钟掌柜非常有生意头脑，而且他很有干劲儿。20年前，我们这家中计制丝刚刚开张的时候，他就说过，一定要把它做成全蓬莱最大的制丝。可惜了，差了那么一点点。他后来变了。这半年来，钟掌柜常常魂不守舍，白天待在店里的时间也短了，对生意上的事情疏于照顾了，甚至不知所踪。每天入夜的时候，他就出去了，第二天白天又出现了。家主，哎呦，您可回来了。您回去休息吧。尤其是前天晚上，他入夜出去之后，竟然一夜未归。那个时候我就有不祥的预感。他这样消失，可有规律可言？带我去他的房间看看吧。冥府请。这就是我们家主的房间，啊，这个稍微有点乱。事发仓促，没有官府的允许，我实在是不敢让底下的小厮去打扫。我们钟掌柜这个人吧，比较孤僻啊。冥府，我给您开窗透透气。林掌柜，我自己看。啊，冥府请随意，请随意。这些都是钟掌柜画的？是我见过的，是他画的。啊，冥府随意。钟掌柜就是半年前在城里看了百戏团的皮影，回来之后啊，就茶饭不思，整天画这些东西。这画我可以带回衙门里吗？当然可以。冥府请随意。最后一事。哦，冥府请说。钟掌柜可曾对你提起过婴儿？不曾。散会。冥府慢走。把这些大的家伙事都搬到北边屋里去，归置好了啊。是。抓紧时间清点啊。我回来了。冥府，你回来了。这个红叔列出来的清单，你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漏了。啊，其余的一些家当已经做了准备，送去典当了。这么着急啊？调令说即刻要赴任，那不得早做准备啊？行啊。说你安排吧。哎，怀英啊，你是不是还没跟曹娘子说咱们要走的事儿？你这是要拖到什么时候？我知道了，
你是怕你跟他说了咱们要走，他不跟咱去是吧？不要说的，不要说的。哎，兵伯回来了。哎呀，红叔，你说咱真要走吧，我这心里咋还有点舍不得？有什么好舍不得的？蓬莱这地方，我算是待够了。哎，尤其是这鬼天气啊，当天除了下雨就是下雨，我连太阳长什么样我都快忘了。等咱到了大漠南方，不是风吹就是日晒，有你受的。那也比黏黏糊糊的强，一天天的我晾个衣服都晾不干。既然这蓝方已经成定局，我们现在还在蓬莱，就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啊！别总是心浮气躁的。我尤其说的是你，快把这清点好了。尤其说的是你，干你的活吧。这羽毛，这嘴喙，还有这衣服，正是雨师。那就是说啊，这个黄莺儿住在桥楼里，而钟掌柜的尸体又是在桥楼发现的，这一切不可能只是巧合吧？命府，要不要先把黄莺儿抓了，慢慢审？这个黄莺儿不是常人，应该不行。明日一早，我去会会他。请问灵府在吗？到冥府何事？曹娘子让我将这件改好的蓑衣转交给冥府。冥府说他不需要，拿回去吧。这。给我吧。马蓉呢？不知道啊。自从知道咱们要离开了蓬莱，他的心早就飞了。这会儿我不知道在哪儿野了。谢了啊，蓑衣织的不错，我穿着还挺舒服的。你送他这个，不就是想提醒他，让他多来看看你吗？可惜啊，他忙着查案呢，所以我替他来了。怎么，不欢迎我啊？他是县令，接人查案，本该心无旁骛。我等他。怪不得他喜欢你。我要是个男的，说不定我也会喜欢上你。不过我今天来，是好心奉劝你一句，别等了。冥府不再需要蓑衣了，因为很快，我们就会去一个从来不下雨的地方。
林掌柜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让开！放回去！放回去！不许走！不许走！怎么回事？冥府，官家，中坊已经将这间制寺盘给了我们掌柜，我们呀搬些东西，搬走。不可能的，冥府家主他不会这么干的，这是他20年的心血，他不可能。什么心血？看看里面还有什么？签字、画押、买卖文书一应俱全，仔细看看。好，那边，小心点啊！这个不错，别拿走。看清楚啊，是不是他的字迹？看好了啊，走了。民府请。不知冥府可曾深爱过什么女人呢？啊？说一个书生深爱一个女子，可这女子身陷风尘，所以呢，他就需要一笔钱替她赎身。钟掌柜就相信了这个爱情故事，收下了他的传家宝。您猜猜，这玩意儿当了多少钱？这么一枚金戒指值5000文。而且，冥府您看走眼了，这戒指根本就不是金的。就这样，我们家钟掌柜呢，总是被这些骗子的爱情故事所打动，于是呢，这里就多了好些个莫名其妙的当品。而且我还发现，本身值钱的当品却丢失了。其实我早就在想，我们家掌柜的不可能对此不知情。你没劝劝他吗？尝试过，可是如果经过了1、2次无用的劝说之后，您还会再说吗？而且我还发现，本身值钱的当品却丢失了。曹娘子可曾听说过桥楼上那个女子？原来冥府是来问询的。回冥府，我见过她。你见过？在哪里？在戏院，她在看皮影。然后呢？有一日我外出，正好碰到百戏班子在戏院表演雨诗，那位娘子也在人群当中。那一日，她脸上的表情却如此的沉闷，像个孩童，哭哭笑笑。戏演完了，她还一直拉着戏班子的人问：雨诗怎么样才能活过来？她好像分不清戏里还是戏外，就好像世上真的有雨诗这个人存在。那时是何时？半年前。
有劳娘子提供如此有价值的线索。您言过了。冥府可还有事儿？我还能有何事？这几日被桥头的案子给缠住了，许久没有听过娘子的琴声。我记得那日娘子跟我提过《浔阳曲》。冥府所问，我已经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如果没有其他要问的，恕我要休息了。深更半夜你跑哪去了？你等我呢。来，我跟你说件好事儿。什么好事啊？昨晚啊，我把冥府即将调任的事儿告诉曹安了。你怎么这么胡闹啊？我怎么了？那冥府本来就要走了呀。哎，我这也是为他好，让他彻底断了念想。哪来的？你又偷？什么偷什么偷？咱们不是要走了吗？我留个念想。狼行千里之肉，狗行千里之屎，都改不了吃屎。冥府，我回头骂他，你别生气，冥府。那你进来躲雨人不知道啊？你傻呀！别管我！你扑个耳能咋办？你看，他似乎长大了。等他开花结果，还得有几年。说快也快。曹娘子，所以很好，我很喜欢。喜欢就好。钟掌柜就是半年前在城里看了百戏团的皮，回来之后啊，就茶饭不思。就这样，我们家钟掌柜呢，总是被这些骗子的爱情故事所打动。戏演完了，他还一直拉着戏班子的人问：雨师怎么样才能活过来？他好像分不清西里还是西外，就好像世上真的有雨师这个人存在。冥府，外边下雨了。冥府，外边雨下的挺大的。他还在院里淋着呢。
知道错了。进来吧。姑娘，看看布料啊。有点意思了。我明白了，谁穿上雨师的衣服，谁就是雨师。你怎么这么多天都不来啊？你知道我天天都在等你吗？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？你怎么不说话？你是出什么事了吗？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你不是他。这世上根本就没有雨师。你是谁？他姓钟，叫钟房。他喜欢你，所以才扮成雨师的样子来接近你。告诉我，那一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告诉我。我早放下。还记得你刚进军营看到的那几个受刑的士兵吗？第8营，昨晚本该他们巡逻，可这帮小子当了逃兵，不知去了哪里鬼混，还弄丢了随身的军刀。昨天晚上肯定是寻花问柳去了，逃了巡逻，被抓了现行。他们的箱子里藏着春宫图，被抽完鞭子还嬉皮笑脸的，说什么昨天晚上太值了。住手！你们要干什么？是我杀了他，是我杀了他，是我杀了他！
人是不是你杀的？和桥楼上那个女人有没有关系？那帮娃娃兵呢？在不在场？怎么杀的人？明府，招了。明府，明府，明府，他都已经招了，咱就可以结案了。他招了吗？他什么也没招。呀，这不明摆着就是他杀的吗？他的致命伤在后背，胸口那一刀，不管是力度还是角度，跟后背那一刀都截然不同。可是他刚才刺出的每一刀，力度都是一样的。